維他命 B12 升高是有可能導致某些癌症的發生。以往的研究是發現說，補充維他命丸會有較高的肺癌風險。可是這篇論文呢，它研究的不是補充維他命藥丸，而是膳食當中的維他命 B12，所以表示說，連飲食的維他命 B12 升高都有這樣的一個風險存在。維他命 B12 補充過多，到底會不會引起癌症？所以是想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平常有沒有補充維他命的習慣？有的人請在下面留言區裡面打1，沒有的人請打0。很多人呢都覺得維他命很健康，多吃一點沒有關係。但是你知道嗎？維他命 B12 攝取過多可能也有風險哦。那麼你平常有沒有注意自己補充維他命的劑量呢？都很歡迎你們在下方留言告訴邱醫師。在今天節目開始前，請大家先動動你的小手，訂閱邱醫師的頻道。你的訂閱跟分享就是對邱醫師最好的支持跟鼓勵，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多更有用的影片，來幫助更多的人。有個醫生在網絡上呢發表影片拿出國外的統計數據，然後呢證明說，血液當中維他命 B12 濃度高的人呢，有比較高的機会會得到癌症所以呢，他在影片的後面呢，建議大家說，不要吃維他命 B12，不要再補充這些東西。為什麼？因為維他命 B12 會致癌。這個影片發表以後呢，很多網友留下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說，這兩者相關性很高密切，沒有錯。可是呢，未必表示因果關係。相關性高不表示說因為這個而得到那個。舉例來說，我們感冒的時候都會流鼻水，會咳嗽。那流鼻水跟咳嗽相關性很高可是你不能说因為咳嗽導致流鼻水，或者因為流鼻水導致咳嗽。其實他們背後是有個共通的原因，就是病毒呼吸道感染嘛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導致同時 B12 升高，同時癌症增加？所以今天邱医師就是要跟大家談談說，这個維他命 B12 吃了以後到底會不會中毒，會不會得癌症？首先我們來看看維他命 B12 過高到底會不會中毒我們知道維他命 B12 是水溶性的維他命，我們以前對於維他命的了解是說，脂溶性的維他命如果過高，像 ADEK 你吃太多了，它有可能中毒，因為它沒有辦法從尿液當中排除，所以過多會儲存在我們的脂肪細胞當中，導致過量。但是水溶性的維他命，像維他命 B12 維他命 B6、B1、B2 維他命 C 這些東西呢，它是水溶性的理論上應該是不會中毒嘛可是不要忘了，維他命 B12 有一些跟其他的水溶性維他命不一樣的地方首先大家要知道，維他命 B12 它儲存在哪裡？儲存在我們的肝臟裡面，而且存量很高。通常如果你因為一個疾病，或者你飲食極度的不均，或者是你胃部有切除，導致你的維他命 B12 吸收變差，這樣的情況底下，你們知道要多久以後人體當中維他命 B12 才會不足？答案是要好幾年以後。代表什麼？代表這個維他命 B12 儲存在肝臟當中它的儲存量是非常高的它可以耐受那種身體的缺乏，可以維持一個穩定很長的時間。所以這個維他命 B12 過多到底會不會中毒呢？當然我們也是要有論文的依據嘛。在2020年是有一篇論文發表在臨床毒物學叫做 Clinical Toxicology 上面，它有一個案例報道。這個案例呢，就報道說，有一個女性她每天服用1毫克的 cyanocobalamin， 就是維他命 B12 的學名每天服用1毫克，結果她在服用了12毫克之後呢，就產生了一些過量的反應，包括什麼？包括痤瘡、心悸、焦慮、靜坐不能、臉部潮紅、頭痛跟失眠。而且呢，在停用維他命 B12 的補充劑之後呢，2個禮拜以後就好轉，然後呢沒有留下一些後遺症。這個研究呢就跟我們講說，任何藥物的使用其實都不能保證絕對的安全即便是水溶性的維他命也不要過量，過量還是有風險的。接下來跟大家談談今天最主要的主題就是維他命 B12 補充過多到底會不會引起癌症？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呢，一定要先知道維他命 B12 為什麼在血液當中會過高。維他命 B12 的吸收是在小腸的末端，也就是回腸那個附近維他命 B12 的分子量很大，它進入到腸道的黏膜以後要跟一個蛋白結合，才能夠在血液當中運送。這個蛋白叫做 transcobalamin， 就是轉鈷胺蛋白。這個轉鈷胺蛋白有3種形態。第一型呢，它的半衰期很短，10天而已。它跟維他命 B12 結合之後呢，在血漿當中運送，不會跑到別的地方。第二型的 transcobalamin 呢，它是由白血球製造，這種白血球 granulocyte 製造之後，跟維他命 B12 結合以後，帶到細胞當中負責新陳代謝。第3型的 transcobalamin 叫 TC3 這一型的，它是把維他命 B12 帶到肝臟當中，儲存在肝臟當中，或者是從肝臟的膽汁分泌出去，這樣一個代謝的過程。維他命 B12 太多的原因呢，包括有3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你飲食當中吃進來太多維他命 B12 了，包括什麼？包括食物的攝取，
很多食物呢富含維他命 B12， 吃太多的確是會攝取進來很多維他命 B12， 包括什麼？包括動物的腎臟、肝臟，還有包括魚肉啊，包括蛋跟奶。另外一種狀況呢，就是你補充了很多維他命的這個補充劑，那這種膳食補充劑呢，也會導致維他命 B12 升高。第二個狀況呢，就是你的腎臟或肝臟有問題。剛剛有提過，維他命 B12 是儲存在肝臟當中，如果你的肝臟損傷，你有肝臟發炎，肝細胞破裂之後，儲存在裡面的維他命 B12 會進到血液當中，血液中的維他命 B12 就會升高。腎臟有問題，因為剛剛講說水溶性的維他命要從腎臟排除嘛，如果你的腎臟有問題的時候，排除不出去，你也會導致維他命 B12 太高。第三種狀況很重要，就是說剛剛有提到的第二型的轉孤胺蛋白 TC2，它是由顆粒白血球制造的，所以当你有白血病，血球大量增加的時候呢，制造過多的轉孤胺蛋白，你血中的維他命 B12 也會增加。這就是為什麼癌症跟維他命 B12 的濃度是有相關性的。當你得的是血液方面的疾病的時候，轉孤胺蛋白過多，當然你的維他命 B12 會升高。那這並不表示說是因為維他命 B12 引起了這個癌症，這個是兩回事，大家要弄清楚。最後邱醫師呢也去查了很多的文獻，結果發現說的確維他命 B12 升高是有可能導致某些癌症的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呢，其實那個醫生講的也沒有錯哦。首先呢，大家來看一個報告是在2022年有一篇論文發表在歐洲癌病預防醫學期刊，叫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裡面有一個前瞻性的那種有對照組的研究，它的題目是膳食的維生素 B12 跟肺癌風險的關聯：前瞻性隊列研究的結果這裡要注意，它呢維他命 B12 不是吃維他命 B12 補充劑它是飲食當中膳食當中維他命 B12 升高對於癌症的影響。這是一個新加坡的研究，收納了63257個新加坡的華人那飲食當中維他命 B12 是怎麼確定的呢？它是用問卷評量維他命 B12 的高低，追蹤多久？25年之後呢，發現說飲食當中維他命 B12 較高的人的確是有較高的肺癌風險，而且肺癌發生的高低跟攝取的維生素 B12 的多少也有正相關。這個論文當中有討論到說，以往的研究是發現說補充維他命丸會有較高的肺癌風險，可是這篇論文呢，它研究的不是補充維他命藥丸，而是膳食當中的維他命 B12，所以表示說連飲食的維他命 B12 升高都有這樣的一個風險存在。這篇論文有沒有討論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因為你長期高濃度的維生素 B12 會使染色體某些基因有活化跟失控的現象，那麼使 DNA 產生一些甲基化有變性的現象，所以就導致了癌症的發生。2019年發表在國際癌症期刊叫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它有一個題目叫做維他命 B12 是否是肺癌的原因。這篇論文簡單講3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是說，研究的方法是找到事先確認血液當中維他命 B12 濃度升高的病人就是我先確認你有血中維他命 B12 比較高的狀態，然後拿來跟對照組，也就是驗血維他命 B12 沒有升高這樣的病人來比較呢這兩組肺癌的差異，而且追蹤2年以上的時間。最後發現說，血液當中有較高的維他命 B12 的人，的確最後導致有較高的肺癌的發生率，而且這種發生率的人是以腺癌跟小細胞癌的這種肺癌相關性比較高，扁平細胞癌反而沒有相關性。還有其他的一些論文呢，也有發現說血液當中維他命 B12 升高呢，跟其他的一些癌症也有相關性。在2024年有一篇叫 Cancer Investigation， 叫癌病調查醫學期刊，它有一篇統合分析，統合分析的證據力比較強，这個以前邱醫師有跟大家講過它的題目是血中維他命 B12 升高，癌病風險還有死亡率一個系統回顧。它裡面的重點有幾個。第一個，臨床觀察研究的確發現維他命 B12 升高呢，有癌症風險跟死亡率升高的相關性。第二個，跟維他命 B12 升高有相關的癌症有哪些？剛剛提到肺癌嘛，对不对？還有胰臟癌，還有肝癌，還有血液方面的癌症。血液方面的癌症，剛剛邱醫師有跟大家提，可能是血液的癌症引起的 B12 升高，可是這邊呢是告訴大家它是有相關性的。最後一個，他說維他命 B12 升高的人有比較低的乳癌的風險。今天講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說好像有各種論文有不一樣的說法反正邱醫師今天就是要借着這個影片跟大家講說，維他命 B12 升高未必一定是會導致癌症。如果你們想要說靠着維他命 B12 來預防疾病促進健康，你要小心不要過量，因為即便沒有引起癌症，過量還是會導致中毒啦。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对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拜拜。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加入的會員呢，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而且你留的問題呢，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
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